有这样一句话：凡是得的人，小腿经络都是不通畅的。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，上面有6条经络经过，这6条经络贯通全身。小腿上只要堵了，身体的问题就来了。很多慢性的问题都是小腿经络不通，有这个直接的关系。为什么经络不通呢？正是因为寒气入体，经络才不通。寒则瘀，瘀则堵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让自己的经络畅通，第一步就是必须让自己身体的寒气减小，让寒气从身体里排出去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吹的空调是寒气，我们吃的冰冻饮料也是寒气。夏天我们积攒了一身的寒气，最后都到达小腿这里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腿冷脚冷。马上向大家分享一个赶走腿上寒气的方法，大家记得收藏点赞，把视频看完。准备这样一个扁灸罐，我们用灸法不但能驱寒，还能御寒。用艾灸独特的红外线波将寒气驱赶出去，推动气血运行到全身，经络畅通，五脏六腑就得到了滋养。这时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对抗外寒了。我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把隔灰网盖好。现在罐子已经有温度了，温温的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用这个扁灸罐疏通小腿是很方便又简单的，我们就这样刮灸就可以了。先刮灸小腿的正面，就这样从上往下，然后就来回的刮灸，刮灸3到5分钟。然后我们再刮小腿的外侧面，从上往下，上下来回刮灸，不用太大力，力度适中就可以。刮灸3到5分钟，我们再刮灸小腿的内侧面，内侧面也是一样。如果家里有艾草精油的，可以先涂一点艾草精油，然后再刮灸，这样感觉会更舒服。好，刮灸3到5分钟，我们再刮灸小腿的后面，从上往下来回刮灸3到5分钟。平时做得多的人，小腿冷的、冰的、坑坑洼洼、疙疙瘩瘩的、硬邦邦的，总感觉腿上绑着个大沙袋，感觉有1000斤重的，也一定要坚持疏通小腿。好，疏通完一边，再疏通另外一边，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反复疏通整条小腿，不用刻意找线路、找点位。尼采下说，女人只要这个地方一直是热的，一辈子不会有那些女性的问题。说的就是让腿暖起来。好，双腿怕冷的朋友，一定要学会今天的这个方法。从现在开始，把自己的双腿灸热，让双腿暖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身边总有一些人，不管吃什么，总是上火、牙龈痛、咽喉痛、眼睛痛等等。特别是一些中年以上的女性，更容易阴虚火旺。下面介绍10大滋阴穴位，不管实火还是虚火，都可以多按摩这些穴位。1. 足三里。足三里在小腿前外侧，当豆鼻下3寸，距胫骨前缘1横指，就是中指，就在这里。找到穴位，左右穴各点按3到5分钟。第2个穴位，阴陵泉，位于人体的小腿内侧，膝下胫骨内侧凹陷中，就在这里，与阳陵泉相对。好，找到穴位，左右穴各点按3到5分钟。第3个穴位，三阴交。三阴交也是在小腿的内侧，内踝尖直上3寸，胫骨后缘凹陷处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也是左右穴各点按3到5分钟。第4个穴位，太溪穴。
太溪穴也是在脚的内侧，在内踝尖和脚跟肌腱之间的凹陷处，就在这里。脚到穴位也是用拇指点按，左右穴各3到5分钟。第5个穴位太冲穴，位于足背侧第1、第2指骨连接处前的凹陷中，脚的位置也是点按3到5分钟。第6个穴位复溜穴，复溜穴在太溪直上1.5寸的位置，这是太溪穴，直上1.5寸，这就是复溜穴。脚的位置也是每穴各点按3到5分钟。第7个穴位阳谷穴，阳谷穴在我们脚的内侧，我们用手摸，会摸到在这里有一个凸起的骨头，这个骨头就是舟骨，在舟骨出笼下方凹陷处，也就是赤白入肌处，阳谷穴就在这里。脚到位置也是点按，每次左右穴各3到5分钟。第8个穴位公孙穴，也是在足内侧缘，当第1指骨基底部的前下方，我们这里会摸到一条弧形的骨，再一直推，沿着这块骨推到推不动了，就在它前面一点的凹陷处，大约是距离太白穴1寸的位置，这里就是公孙穴。脚到位置也是左右穴各点按3到5分钟。第9个穴位涌泉穴，在足底部，我们把脚趾捉起来，这里有个凹陷的地方，就在凹陷的中点处，就是涌泉穴。脚的位置也是用拇指点按3到5分钟。第10个穴位叫海穴，叫海穴在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，就在这里。脚的位置也是用拇指点按左右叫海穴各3到5分钟。好，以上这10个穴位就是我们常用的滋阴的穴位，对于阴虚内热重的朋友，这些穴位呢坚持按摩都很有帮助。如果你会艾灸，也可以用悬灸的方法对着穴位施灸，每次10到15分钟，效果比按摩更直接。好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臀部易堵，全身受苦，女人疏通臀部很重要。2个动作疏通臀部淤堵，激活全身气血。动作1：蝴蝶式抖腿。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下，双腿弯曲，脚心相对，双手捉住脚尖，脊背挺直，两腿像蝴蝶翅膀一样上下有节奏的扇动，从而拉伸臀部的经络，促进血液流入骨盘和腹部，滋养全身，特别适合久坐的人。动作2：搓揉八髎穴。八髎穴位于人体腰底部位，不是单独的一个穴位，而是8个穴位的总称。我们手持2个滚珠按摩器，上下搓揉八髎穴。我是隔着衣服演示，大家最好是贴着皮肤搓，来回搓300下。这个滚珠可以360度旋转，可以深层次的刺激到经络穴位，很快腰底部就会有明显的热感，慢慢的整个小腹和臀部都是暖洋洋的。八髎穴被誉为打开臀部气血的开关，搓揉八髎可以从外而内激活包公的气血运行，滋养包公，从而减少很多女性问题。如果你是上热下寒的体质，更要多搓揉八髎穴，打通中间的阻碍，连通上下，平衡寒热。当你脸上长斑、长痘、脸色差时，也要多点疏通臀部，充盈我们的气血，养出红润好气色。经常感觉到屁股凉、
腿脚寒的人每天做一做，这2个动作温暖全身，好处多多。大家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慢慢跟着做。女性在35岁之后容易长游泳圈，脸部松花蜡黄、有眼袋，头发油腻，甚至脱发。从前的前凸后翘，现在全面下垂，这些都是脾虚的表现。其实没有丑的女人，只有脾虚女。今天分享一套懒人脾经拍拍功，做完一片就很有感觉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做。第一步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两脚心相对，双手握住脚尖，上半身往前压，脸部尽量贴近地面，保持10秒。注意，我们俯身时要向外吐气，起身时要向上吸气。重复做5组。第二步，蝴蝶式抖脚，双手扶住两脚的外侧，两膝就和蝴蝶的翅膀一样抖动，抖2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能有效的刺激到脾经，滋养骨盘区域。第三步，按揉大都穴，我们用大拇指按住大都穴，然后旋转按揉2到3分钟。大都穴是发散脾阳的要穴，按揉时觉得有一点宣胀麻木是正常现象。第4步，拍打腿上的脾经，用空心脚沿着脾经循行的路线，从脚尖开始往上拍打到腹股沟。手上有经络拍的朋友，可以用经络拍来拍打，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可以更好的将力度渗透进去，疏通的效果更好。每次拍打疏通5分钟。最好选择早上9点到11点做这套动作，因为这时是脾经当令的时间段，疏通效果更好。脾经通畅则气血足，自然脸上的皮肤好，有弹性，有光泽。大家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慢慢跟着做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女性最早的衰老信号是什么呢？《黄帝内经》中说，女子4期筋骨坚，发长疾，身体盛壮；5期阳明脉衰，面齿焦，发齿堕。也就是说，女人身体状态的黄金阶段是28岁，筋骨常健，头发浓密，身体健壮。35岁开始衰退，女性衰老的最早的年龄标志就是35岁。很多女性到了这个年龄，下颚这里开始长痤疮，面色晦暗发黄，出现脱发，胃口变差，消化变差，这都是女性开始衰老的具体表现了。女性要怎么样衰老来得慢一些呢？有办法，《黄帝内经》也给出了答案。5期阳明脉衰，面齿焦，发齿堕。阳明脉衰就是变老的开始。如果我们能保持阳明脉气血的旺盛，不衰退，那就能让人老得慢一点。阳明脉是全身最多气多血的经脉。古人说，女子以血为本，女性本身就耗血厉害，一旦阳明脉衰了，气血就跟不上，衰老会变得非常明显。下面我教大家2个方法来内调养阳明脉，让阳明脉盛，延缓衰老。1. 刮手指，疏通手阳明脉。手阳明脉就是手阳明大肠经，这条经络从手走头。疏通的方法，逆经络方向刮双手食指。大肠经从这里商阳穴开始，上来是爱见，再到三间穴，我们就刮这一段就行。逆着刮，我现在用扁灸罐来刮，一边刮一边灸，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所以刮起来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话，也可以先涂点精油再刮。最好是早上5点到7点，
大肠经当旺的这段时间刮，左右各刮5分钟以上。第二个方法，刮小腿，通畅胃经。我们先找到足阳明胃经在小腿的路线，这一段就是我们足阳明胃经在小腿经过的大概路线。我们用这个扁灸罐刮痧，先涂点刮痧的精油，从上往下刮灸。我们沿着胫骨的骨缘从上往下刮就可以了，一直刮到脚踝。好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刮。如果刮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有明显的结节、痛点，要重点刮一下。一般1个星期可以做2到3次，每次刮10分钟，左右都要刮。刮灸的好处就是既能刮又能灸，一举两得，一边刮一边灸，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好，以上的方法女性朋友都可以做，提前为身体储存能量，让自己保持年轻。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大部分女性在35岁之后，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，这种情况下，女性养生保健要趁早，要做好3大保养原则：凉下、暖下、温中央。具体怎么做呢？1. 凉下是指头部要经常保持凉爽状态，不要稍微一降温就马上戴帽子、包围巾。头为诸阳之会，火热之邪易循经向攻头部，出现头昏、头胀、眩晕等等。平时可以用冷水洗脸，保持清醒头脑，预防感冒。2. 暖下就是暖足部，脚常热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泡脚，可以有效驱除寒气，温暖全身。晚上就寝前热水泡脚，撒点花椒或者艾草，泡到微微发汗为止。泡完脚后，再配合按摩脚底，效果更好。一手握脚趾，另一手摩擦足心100次，以脚底微微发热为宜，两脚轮流摩擦，可以消除疲劳，改善睡眠，提升免疫力。3. 温中央是指腹部和腰部要注意保暖，中央一凉，上下失守，长期腹部受寒会加快女性衰老速度，容易出现痛经、子宫着凉等。平时可以通过拍打保暖法对腰腹进行保暖。一只手的手心按住肚脐眼，另一只手的手背放在后背的腰眼处，同时拍动起来，连续拍108下。从阴阳角度上来说，手心为阴，可补阴中之阳；手背为阳，可补阳中之阴，让中央温暖起来。女性若能做好凉下、暖下、温中央，相信体内的气机运行会更加平衡，有助于延缓肌肤和身体机能的衰老，越活越年轻健康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到了夏天，身上的几个地方应该成为清理的重点对象，因为这几处是身体最容易藏脏东西的地方。下面我教大家来清理。先准备一对像我这样的经络拍，弹性十足、渗透力好的，拍打起来不疼舒服。第一个要拍打的地方就是腋窝，肝的邪气就是藏在这里。我们用经络拍要对准腋窝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肝气不畅，这里附近长各种东西的人要多拍这里。一侧拍打5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换。很多女性经常会两肋胀痛，大多数是肝气不舒，也要多拍拍这2个腋窝，把这里疏通开了，双肋这里才会舒服。第二个要拍打的地方是酒窝，心和肺的邪气就藏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对准酒窝，稍稍用力的拍打。身体痰多的人，早
想要去肺火的人，多拍打这里，也是一侧拍打5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换。第3个要拍打的地方就是臂窝，就是腹股沟的位置。不管是腋窝、脚窝或者臂窝，大家用经络拍起来力度更好，渗透性更长。我们的臂窝这里有2条经络经过，脾的邪气垃圾最容易藏在这里。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稍微把腿打开一点，对准腹股沟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坚持拍打，拍打5分钟。拍打到这里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最好。容易胃胀、肚子难受、消化不良、脾胃差的人，要多拍这里，帮助改善食欲。很多本来大便不顺畅的人，拍着拍着也会有很大的收获，变得顺畅了。第4个要拍打的地方就是腘窝，爱长湿疹、腰腿不舒服的要多拍腘窝。腘窝就是我们膝盖后面的这个窝。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可以同时拍打，稍稍用点力，拍打5分钟，拍打到腘窝有微微发热的感觉。好，以上就是拍打身体8个最容易藏脏东西的地方，大家有空拍起来，特别是女性朋友，坚持拍打，把邪气毒素排出去。有这么一条经络，如果堵了，就容易长斑、眼干、郁闷、脾气大、没胃口、凌晨1到3点早醒等等。特别是女性朋友，没错，这条经络就是肝经。肝主疏泄，喜调达，调达就是畅达、通达的意思。一个人如果肝的疏泄不正常，肝经不通，就容易出现上面说的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疏通了。肝经的路线起于主拇指外侧端大敦穴，行于小腿内侧，经大腿内侧面中央至前阴，到达胁下奇门穴。它那么长，我们该怎么疏通呢？我们可以把它分为2段来疏通。第一段就是从我们奇门到章门，然后到腹股沟这一段。上面教大家用经络拍来疏通，我们先疏通第一段。那么我们这样手持2个经络拍，我们用经络拍的侧面来疏通第一段。好，从奇门，这里是奇门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拍打，这里是章门，然后就一直拍打到腹股沟，好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开始，然后再回来。再回来，就这样，我们连续疏通5分钟左右，然后再疏通第2段。现在我们疏通第2段，从大腿根部一直沿着大腿内侧偏中间的位置，一直拍打到脚踝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就这样反复的循行肝经在大腿内侧段进行拍打，每次拍打5分钟左右。这个经络拍弹性很强，渗透力很好，疏通起来更舒服方便。女子以肝为先天，女性尤其要特别重视肝经的养护。有些女性容易长各种东西，脸上长斑，乳腺、腹部这里爱长各种东西，就是和这条经络不通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建议广大女性朋友一定要多疏通这条，平时也要多养护肝经，不熬夜，不要躺着刷手机，这样对肝才是最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疏通一个回春穴胜过艾灸30穴，通气血，散寒除湿，让女性更健康漂亮。现在初春，正处寒湿交加的气候，很多人容易被寒湿缠身，使人血运不畅而面色憔悴、长斑长皱，因代谢不良而变得身体虚胖、身材走样，人也显老多了。现在正好可以借助春季阳气生发的好时机，疏通八髎穴，驱除体内的寒湿。八髎穴不是单独的一个穴位，
而是8个穴位的总称，位于腰底部，左右各4个。我们用单手或者双手在8、6穴上快速来回搓揉，每天随时随地搓3到5分钟。8、6穴位于腰底部位，这个部位恰好是女性包宫的位置。搓8、6可以从外而内刺激包宫，激活包宫的气血运行，从而滋养包宫。包宫健康了，很多困扰女性的问题，比如失眠、脸色苍白、长斑长痘、身体虚胖等，都会自然消失。把8、6穴搓开后，我们再来艾灸它。可以用一个多孔的艾灸盒扣在8、6穴上，每次灸10到15分钟，1周2到3次即可。我是穿着衣服向大家示范，施灸的时候是对着8、6穴区域的皮肤施灸。臀部被称为寒气大本营，最容易淤积寒湿。艾灸8、6穴可以直接将阳气注入包宫，把腰底部中的寒湿驱除。如果你是上热下寒的体质，更要多疏通8、6，打通臀部气血的开关，调节上焦和下焦气血运行，交通水火。8、6是盆腔气血汇聚之处，是调节人一身气血的总开关，务必畅通无阻。而包宫阳气足了，环境好了，女性很多问题也就难以滋生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很多女性都会有结节增生等乳腺问题的困扰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的疏通经络法。乳腺最怕的是郁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郁结，郁气排不出去，就容易出现乳腺的问题。我们首先要疏通乳腺附近的经络，包括心包经、肝经、胃经、三焦经，这几条经络很长。那么怎么疏通呢？我们主要疏通这些经络上的易堵塞穴位就可以。心包经上的易堵点天泉穴，它在臂内侧，当腋前横纹头下2寸，肱二头肌的长短头之间，就在这里。肝经上的易堵点阴包穴，阴包穴在大腿内侧，当股骨上髁上4寸，股内肌与缝脏肌之间，就在这里。胃经上的易堵点闭关穴，这个穴位在髋关节附近。闭关穴在大腿的正面，在髂前上肌和膝外侧端连线上，和会阴交叉的中点，这里就是闭关穴。三焦经上的易堵点四渎穴，四渎穴在肘尖和阳溪的连线上，肘尖下5寸，3寸，再加2寸，在耻骨与桡骨之间，就在这里。好，找到以上的4个穴位，平时可以采用揉按或者拍打或者艾灸的方法进行疏通。比如天泉穴，可以左右的天泉穴各拍打3到5分钟。其他的穴位也是一样。好，以上4个易堵点要坚持疏通。当我们点按到有酸痛的感觉是非常正常的，继续坚持。当酸痛感下降或者消失后，对乳腺的调养有非常好的帮助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今日4月初4，宜沐浴。农历4月初4、初7、初8、初9，取枸杞煎汤沐浴，令人不老，肌肤光泽。现在天气渐渐闷热，沐浴或者泡澡，让身体微微出汗，使得皮肤疏松，毛孔打开，
及时散掉身体中的邪气和热气。而加上枸杞，用枸杞煮水后泡澡，枸杞的精华随着毛孔进入身体，可以很好的滋润皮肤，增强皮肤的活性，皮肤得到充分滋养活动增强，毛孔散邪的功能也进一步加强。这样到了秋天之后，得到枸杞滋润的皮肤也不会因为水分流失而变得干燥，皮肤如同煮熟的蛋白一样润滑。另外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女人自带的不老穴——三阴交。作为女人自带的不老穴，有药材当归的作用，能健脾理血，长期坚持拍打，对改善女人脸色黄、皮肤差有不错的帮助。下面我带大家找找这个穴位。首先找到小腿内侧，在足内踝尖上3寸，4横指就是3寸，胫骨后方凹陷处，就到这里。双侧穴，左右小腿各1穴。有妇科、子宫、卵巢、乳腺等问题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穴位，而且有这些问题的人，一般来说这个穴位很敏感，轻轻按一下可能都会有明显的痛感。很多朋友家里都有我手里的这款经络拍的，我们就用经络拍来拍打。好，对着三阴交穴所在的区域，就这样力度适中的拍打，因为经络拍有弹性，力度比较容易渗透进去。这样拍呢，会感觉很舒服，同时手也不会太累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